世界上最不起眼的就是小人物，可很多大事件都出自小人物之手。据接上集，我觉得是生狗抓了猛仔，可等我们成功逮到生狗，却没能找到猛仔。我意识到这是个阴谋，因为炮王带人到了仓库。炮爷救我！他们一进来就翻东西，也不知道要找什么，我报您的名号都不管用。对了，那批货被他们翻出来了。我知道了，生狗在故意引战，他想让老萧跟炮王火拼，便能从中寻找机会除掉炮王，最终上位。那猛仔一定在他手里，只是我们中计了。来我的地盘翻东西，老萧，你这是想黑我的货？生狗短短几句话，让炮王变得极其愤怒，摆开架势就要开干。可老萧也不是吃素的。小炮，你少在这给我蹬鼻子上脸！若非当年我收留你，你早饿嘎街头了。呸！别把自己说那么伟大，天天就会说那些陈年旧事，一点都不思进取。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，我如今的势力不比你小。哼，忘恩负义的东西！要不是我带了你几个月，你哪来的人脉？就你那点破烂人脉，我一个都没用上。两人翻起旧账，吵得很凶，把君子动口不动手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一吵就是2小时，不知道他们累不累。反正我是听累了，便小声提醒道：“萧爷，我们是来找人的，今天局势对我们不利，先撤吧。”小炮，把猛仔交出来，否则今天的事没完。我看你是老糊涂了，那是你的人来找我要个什么劲？没有。哼，耍横是吧？别以为我怕你。老萧，我看你就是故意找事，来到我的仓库翻我的货，还让我教你的人，当真以为我好欺负？炮爷，我们嘎了一个兄弟，你要为他做主啊！生狗节奏一带，我看到炮王脸色都变了，意识到要出事，一旦嘎了人，那性质就不一样了。只见炮王双眼通红，我让那小子带的话，看来你们没听进去，嘎我的人，那下一个是不是要嘎我？冷静点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们真是来找人的。若那件事跟你有关系，你也得嘎。行，我听懂了，反正就是不给我活路，散开，把门堵起来。给我上，我们也不是吃素的。两个大佬一声令下，双方的人持械冲上前，打作一团。他们没用枪，是担心把事情闹大，毕竟双方的人太多了。我的事就轻松得多，拖着生狗到了仓库隐蔽处，却见他嘴角闪过的奸诈笑容。你笑什么？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？13哥，我没笑啊，肯定是你看花眼了。最好给我老实点，别那么多小动作。我也只能怒喝几句发泄心中不满。虽说我看破了生狗的局，但还没找到猛仔，就不能全部坦白出来，免得打草惊蛇。飞哥在这时跑到我身旁，两个暴脾气，一言不合就开干，真拿他们没办法。飞哥没伤到哪吧？没有论划水的本事，你飞哥我争第2，就没人敢争第1。飞哥厉害，可他们打成这个样子，该怎么收场？这个不用你操心，一旦事情闹大了，宪兵自然会出现，到时候人家一句话便能结束争斗。飞哥说的在理，那我们藏好了，出去太危险。就在这时，生狗却说起风凉话，还以为飞哥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，搞半天是个胆小鬼，今天算长见识了。飞哥他求你，小子你今天很不走运，还敢嘲笑我，正好现在闲着没事干，13弄他。我早看他压得不顺眼，上次要不是他找去餐馆，倩姐就不会那么快找我谈话，搞得现在挺麻烦。为你们别乱来，算我说错话还不行吗？我越想越气，随后跟飞哥把生狗揍了。他们在外面打，我们在里面打，可他们交火的动静太大，很快引来了刀队长。都给我住手！停手！把家伙都给我收起来！这不就收场了？带上人跟我出去！来的真是及时，我还以为会打很久。随着刀队长到来，双方都停了手。我来到外面，看见刀队长，礼貌性的打起招呼。刀队长好。原来是你小子，怎么哪都有你？我路过，净给我扯犊子！还有你们2个怎么把事情闹这么大？不知道这样我会很难做吗？必须给我个交代！他绑了我的人，他翻我的仓库，两人差点又吵起来。刀队长恼怒摇头，但考虑到两人身份，也只得带他们到一旁调解。飞哥则走到我身旁。13，你猜刀队长会怎么处理此事？飞哥又考我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毕竟我没达到那个层次。看着把各打50大板，然后警告他们不要搞事。刀队长是代表那个人没错，但也不会逼得太紧，因为他们想多收点马内，还得靠老萧他们。说到底还是利益。听到飞哥的点拨，我也能想通，就是刀队长知道这些人喜欢搞事，但不会清除，大多数情况下只会教育一番。过了片刻，刀队长一人下车，宣布处罚结果。炮王和老萧带人械斗性质恶劣，我要把他们2个带走。另外封掉仓库，你们各自散去，我不想再看到争斗。听到没有？快把我放了！放人13，我们走。当着刀队长的面，自然是不可能绑个人带走。而当我离开时，生狗不忘对我喊话：13，你刚才还敢揍我？咱们走着瞧，我们之间的事没完。随时恭候。我也奉劝你一句，有些时候别太把自己当人。如今双方彻底闹翻，我也不再给他面子，往后再相见，双方肯定不会再留手。可萌仔一直没能找到，我还是挺担心他的安危。之后我跟飞哥驱车离开，我快速转了一圈，又回到仓库附近，而生狗他们还没离开。飞哥秒懂我的意思，怎么还想跟踪生狗？你就这么确定萌仔是他绑的？绑萌仔只可能有2个人，一是炮王，二是生狗。从刚才的情况看，绑人的不是炮王，那就只能是生狗。萌仔肯定不在仓库内，这就是个陷阱。不对，萌仔就在仓库内，或者说现在不在，但等下一定会运过来。别看大门上贴了封条，这种破仓库侧门多的是。灯下黑吗？刚才那么多人都没能在仓库内找到萌仔，肯定不会再来此处寻找。
看走眼了。我之前收集到信息，说生狗是炮王的头马，但也是最大受气包，没想到他这么鬼。生狗要离开了。生狗驱车离开，我则开车跟上去。在经历过一系列事情后，各方面技能还是学了一些，早已不是初到西岛的菜鸟。就这么一路跟着，最后来到炮王所属的小码头，我把汽车停在路边。身上伤得不轻也不去医院，反而来了码头，不会是要搞事情吧？有可能这孙子不是个老实的主，那他现在能搞什么事？老萧，是老萧的地盘。我操！老萧猛仔都不在，那边群龙无首，一旦闹起来，老萧那边肯定吃亏。等老萧出来，必然疯狂报复。生狗想进一步激化矛盾，让炮王和老萧不死不休。他奶奶个罗圈腿，居然被个后生算计到。13这边只能交给你了，我要想办法跟老萧取得联系，去坐镇他的产业，否则老萧一完，我们以后只能带园区。去吧，飞哥，这边我一个人能行。飞哥戴上口罩下车，匆匆离开。不过说来挺可笑的，我们处心积虑想对付炮王，结果被生狗借了东风，这就是布局，走错一步就会很被动。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叔叔给我打来电话，13哥你还不回来吗？我给你买了饭菜，已经带回宿舍了。你乖乖等着我，我办完事就回来。挂了。我也没法说太多，好在叔叔理解我，从来不会因为小事跟我闹心。数分钟后，码头上情况有了变化，生狗召集起一大群人。以下课上的事最好不要做，因为背叛大佬为世人所不齿，而且一旦计划失败，那下场是相当的惨。据接上级所有人都中了生狗的计，害得炮王和老萧被刀队长带走。谁知生狗的计划还没结束，他回码头召集了炮王的马仔，准备继续激化双方矛盾。生狗召集这么多人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上位，可炮王还活着，他又要怎么处理？我在车上看着这一切，但想不通生狗后面的计划。只要炮王还活着一天，就没他什么事。等人聚拢的差不多了，生狗开始喊话：炮爷被抓，我们的兄弟赶了一个，还有不少兄弟受伤，这仇报不报？报！好，都是炮爷的好兄弟，所有人抄家伙跟我走，扫平老萧的场子。这么好忽悠的吗？脑子呢？不过生狗够坏的，他挑这个时间点闹事，那账肯定要算在炮王身上。我知道生狗想干嘛，但我没有相应的能力阻止。对于我来说，当务之急是找到萌仔，生狗只能交给飞哥去处理。很快，生狗训完话，带着一群人离开码头。看到这一幕，我还是给飞哥去了电话。飞哥，生狗已经出动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刚跟老萧取得联系，说了大概情况，可刀队长那边不放人，老萧把他的人暂时交给我管理。飞哥，那你当心点，我看到了生狗的阵仗，这次的动作铁定小不了。你也是随机应变，先找到萌仔。简短交流后，我看到有2人扛着一个麻袋走出，接着将麻袋丢车上，并驾车离开。难道是萌仔？我也不确定，只得驾车跟上去，跟了大概1个小时。对方的车子停在破旧仓库附近，这时又绕回来了。随后2人下车，将麻袋抬进仓库内。我并没有急着跟上去，跟飞哥猜测的一样，不管萌仔在哪，最后都要转移来此处，因为这里被搜过一遍，是最安全的。我掏出手枪，正想着对策，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。我接起电话，吓了一跳。13在忙啥呢？生狗，你打给我干什么？我跟你没话好说。13，火气别那么大，难道你不想找萌仔了吗？人果然在你手里，赶紧把萌仔放了，否则要你好看。我咋咋呼呼道，而生狗听见我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很得意，哈哈，知道我厉害了。之前你看到的我，那都是表面。城府够深的，之前被老萧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一直装孙子。现在你打个电话过来，不会就是为了跟我显摆？那你成功了。呸！我没那么无聊，我们做个交易吧，你帮我干掉炮爷，萌仔就没事。你太高估我了，我没干掉炮王的能力。我一口回绝，也是看到了生狗的野心，他敢对我一个外人如此说，肯定还有另一套打炮王的计划。而生狗被我拒绝也不生气。13，你就别装了，能看出来你跟我是一路人，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，否则也不会在大齐力闹得天翻地覆。你不用急着答应我，反正我老大明后天才会出来，你想好了随时打给我。若我让其他人去办，萌仔就没了。我操！你别乱来，我再想想。我配合着演了一波戏，实则我已确定萌仔所在，主动权在我手中。等我理清思路，直接打给刀队长。刀队长好，我是13。你打过来干嘛？有话说有屁快放，老子现在忙得很。是老萧和炮王的人打起来了吧？而且2人控制不住局面，但我有办法。我果断说出重点，这让刀队长安静不少，反而问我：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，上面让我尽快平息事态，你真有办法？我有，而且过程并不麻烦。第1步把生狗抓起来，第2步派人过来围住白天贴封条的仓库，第3步把老萧和炮王带来仓库，他们自然清楚发生什么。我说的很详细，在我看来，老萧和炮王不是管不了，是压根就不想管，都想让下面的人给对方制造麻烦。若他们知道中了生狗的计，脸上肯定绷不住便会罢手。而刀队长没第一时间答应。可以啊，13，你想利用我还是指挥我？不敢不敢，刀队长说笑了。若这件事平息了，对大家都有好处，而且功劳全是刀队长的。这个部署不算麻烦，我可以按照你说的来。要是我做了却达不到效果，第1个毙你。行，刀队长高兴就好。我果断答应，连命都赌上了。这次不成功便成仁。我的书面只有一点，那就是麻袋里没有萌仔。如今安排妥当，我等待刀队长到来，可还没等到他，破仓库内的人居然要扛着麻袋离开。我靠，刀队长做事也太不小心了，身边有走漏消息的都不知道，他们这一走就全完了。我必须先顶住。没办法，我只能举枪开火。枪声一响，打了个寂寞，但威慑力很强，直接将2人逼了回去。暗处的朋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是生狗的人，伤和气就不好了。
没错，老子打的就是生狗。在那边开火。你大爷好深的套路，这是故意引诱我说话，暴露位置了。我赶忙找掩体躲藏，对方2人拿出 AK 朝我在的地方一顿突突，火力压制瞬间拉满，武器根本不在一个级别，完全抬不起头。交叉开火压上去。我先你后，生狗那边发话了，我们必须赶紧离开，若这里出现问题，一分佣金都拿不到。好专业，肯定是花高价请的，这下麻烦了。我不敢把手伸出去，只得朝天开枪继续威慑。他们快速朝我逼近，出来还能留个全尸，否则把你打成筛子。生狗给你们多少佣金？我给10倍。大哥10倍，那可有不少了。闭嘴，行有行规，我们做事得讲信用，拿了定金就得把事办漂亮了。何必跟马奈过不去？那么有原则干嘛？别跟他废话，压上去把他干掉，然后快点离开。这枪声一响，肯定会把宪兵招来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在身上摸索片刻，掏出一颗手雷，实在不行只能用威胁的手段。危急关头，警报声响起，我知道刀队长到了。怎么来这么快？计划失败了？是这小子耽搁了时间，他好阴险，一直在拖延我们。轮到我表演了，送你们个大宝贝。我的！我趁2人走神的间隙，果断把手雷扔出去，吓得2人趴地上。可由于我太紧张，忘记了拉保险栓，这就尴尬了。不过能吓到他们就好。半分钟后，大哥好像没炸，是个哑弹。狗屁的哑弹，他保险栓都没了，看你那怂样怕成什么样子！快走！2人还想跑，可这一耽搁已经来不及了。只见刀队长带人赶到，上去抓人，谁敢反抗直接嘎掉！别开枪，我们投降，扣起来！刀队长接管现场，我看到危机解除，才笑着走向他。刀队长，还好您来得及时，不然我就交代在这了。客套话就不用说了。如今双方人马乱成一团，你承诺的解决之法呢？冒昧问一句，人都齐了吗？生狗还没到，但我已经让人去抓了，用不了太久。那我们先去仓库，我人就在这，又不会跑。等人到齐后，我只给你半小时，要么你解决问题，要么你脑袋搬家。是，我知道。我们一行人来到仓库，炮王跟老肖又开始吵嘴，并相互指责，而2个用 AK 的男人也交代了他们受生狗的委托，扛个麻袋过来这边，其他的并不知道。接着生狗也到了破仓库，混蛋，谁让你带人开战的，搞得一团糟。炮爷冤枉啊！下面的人得知事情后情绪激动，根本压不住。行了，别扯淡，13你弄快点。生狗绑了萌仔，故意引发你们争斗，他好借机除掉炮王上位。你血口喷人！萌仔就在那个麻袋里，打开就知道了。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你打开麻袋啊！眼见不一定为实，有时你经过无数次推敲，觉得事情就是那样，但结果往往超乎你的意外。据接上集经过一番惊险的枪战，我打好戏台子，赌上我的性命，准备开锣唱戏。可生狗的态度十分反常。生狗，你这什么反应？等我打开麻袋，一切可就晚了。哼，那你赶紧的，要是你不方便动手，我来。我听到这话时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觉得整件事不对劲，但已经走到这一步，我只能打开麻袋。可眼前的场景让我一惊，麻袋里的确有人，却是个晕厥的女人。糟了，是个诱饵。难道生狗已经算计到了这一步？他是谁？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生狗，你搞什么鬼？我家炮也喜欢，所以我给他物色了个好的，好像没什么问题吧。刀队长，你又说给我们看惊喜，就这，要是你喜欢可以送你。我看到刀队长很生气，此时的我脑子乱得很，戏才刚开锣就被我演砸了。可按照我和飞哥的推论，萌仔就应该被藏在此处仓库，但不知哪出了问题。只见老肖站出来打圆场。刀队长这些晚辈没脑子，做事想一出是一出的，你别跟他计较。13还不赶快道歉！刀队长，对不起，这次的事谁求情都没用。13我们可是有约定的，你拿命担保，我才调动这么多人过来。可你现在搞砸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刀队长，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能把此事解决掉，证明所有事都是生狗引起的。少在那血口喷人，你才是罪魁祸首。自从上次你找过炮爷，我们就麻烦不断。都给老子闭嘴，别吵吵！刀队长大喊一声，接着拔出手枪顶我脑袋上，一点不念及昔日微薄的情分，这把我吓得不轻。刀队长，你别乱来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按照约定，我得要你的命。用马内没法摆平吗？没用的，上面的人很重视此事，如今外面还乱哄哄的，我调起人手来这里，你却给了我这么个答案。今日你不嘎，我没法跟上面的人交代。我心跳加快，但是我不想嘎，马上想到缓兵之计。等等，刀队长且慢，之前说好的30分钟，时间应该还没到吧？还有20分钟，看这情况你是翻不了盘了。念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这点时间我给你，还有言赶紧交代吧。多谢刀队长。刀队长放下举枪的手，但我的心情依旧紧张。若不能在仓库内找到萌仔，我的命还是保不住。生狗也开始嘲笑我，自作聪明的东西，以为自己脑子很好使吗？把事情闹这么大，还想嫁祸给我？我让你说话了吗？闹事的人也有你一个，老子现在烦得很。刀队长别发火，是我多嘴。不行啊，脑子一团浆糊，还是问问飞哥吧。危急关头，我还是想到了飞哥，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并用最简洁的话把事说明。13，你太冲动了，居然随便把命搭上。飞哥，这不是批我的时候，我命都快没了，你有什么破局的办法吗？相信自己的判断，
申狗肯定会把萌仔藏在破仓库内，你想想有没有遗漏的地方？好，我再想想。挂断电话，我心中平静不少，站在原地陷入深思，最终想到了关键的东西。申狗高价请来2个 AK 男，肯定是因为萌仔的事。他们在我的视野中，除了那个麻袋，还接触过的东西是车。最后5分钟，你站在这也是浪费大家时间，我还是送你上路吧。后备箱，刚才刀队长抓到2个男人，他们来的时候开了一辆车，萌仔肯定在那辆车的后备箱里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来人去打开后备箱。申狗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心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？看到申狗黑着脸，我就知道才对了。萌仔就在那辆车的后备箱内，好个一叶障目不见泰山。而申狗见事情败露，果断往外跑去，却被刀队长一枪打在脚上。当我是空气吗？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，谁都不能走出仓库。刀队人带过来了，还醒着。萌仔，少爷，我给你丢人了。那天是申狗绑了我。申狗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绑了人，还编假话来骗我？炮爷还看不出来吗？他这是故意拱火，让你跟萧爷火拼，然后再找机会干掉你，他好趁机上位。我当场给出助攻。至于申狗逼我嘎炮爷的事，我不可能说，因为说出来有点像合谋，又得解释半天。而这时申狗清楚炮王的脾气，怕的不行。炮爷都是误会，你别听13瞎说，我也是看到萌仔跟踪你，才把他绑起来的。那些事暂且不说，你为什么要隐瞒我？绑了人不跟我说，之前还说了一堆假话出来，摆明在耍小心眼，当真以为我傻？这片区被弄得鸡飞狗跳，我头都大了。原来是你这么个小角色引起的。老萧炮王，我说你们也真是的，竟中了个小卡拉米的计，让刀队长见笑了。我现在就清理门户，处理了他也好，免得还有审讯麻烦。我带回去好写报告。在场的都是人精，自然能看清怎么回事。只见炮王接过刀队长的法器，吓得申狗瑟瑟发抖。炮爷不要啊！我跟了你5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求求你放我一马！我只问你一遍，你有没有动我的想法？没有。炮王人狠话不多，瞬间让申狗魂归故里，我的命算是保下了。可炮王和老萧的争斗还没结束。老萧，你派人跟踪我什么意思？你说话得讲证据，申狗那是临时乱咬，不信你让他再起来说一遍。算你狠，我们的事没完。好了，吵个什么劲？你找到了手下，你除掉了叛徒，皆大欢喜。我不想对你们来意的停手吧。刀队长说的在理，这本就是申狗的阴谋，再斗下去也没任何意义，传出去还让人笑话。我站出来劝说，并且替刀队长说话。其实刀队长知道2人能平息事态，他们只是在阳奉阴违。如今真相大白，炮王和老萧自然不会死斗到底，都纷纷打去电话压住各自的人。走吧，把事闹那么大，得关你们几天，顺便把罚金交了。13送萌仔去医院，这几天就麻烦你照顾了。请萧爷放心，我一定办妥。随后刀队长带人离开，派了几个人留守现场，我则载着萌仔去医院。他的情况并不好。萌仔，你可得挺住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13，谢谢你。说什么胡话，什么谢不谢的？那晚申狗找我麻烦，我就该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，是我太大意了。不怪你，13，对不起。洛克尼的事我们隐瞒了你，其实他说出了一组密钥，但我没有顾虑，所以才没说出来，你别怪我。我还真就生气了，还没原谅你，这口气你给我憋着。路上我一直跟萌仔说话，生怕他紧绷着的弦一断，直接走了。我送萌仔到医院的时候，他还有气，被推进了急救室。萌仔，你可要挺住了，我13家里穷，打小经常被人欺负，周围的人都看不起我，身边也没什么朋友，而你算一个。13情况怎么样？我没事，萌仔还在急救，你能保住命就好。刚才把我吓得不轻，像刀队长他们没人性的，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，下次不许这样了。飞哥肯定不会有下次，当时老是找不到萌仔，我心里着急才会兵行险招。我知道你重感情，但凡事都得量力而行，为了其他人搭上自己的命不值得。飞哥，我记住了。你回园区吧，别让叔叔那丫头等急了。我带了老萧的人过来，医院这边我会盯着。我跟飞哥交代几句，返回园区。刚进大门，却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。阿冷姐，做事时还是尽量别留下尾巴，否则别人会握住你的把柄，对你予取予求，我就深受其害。据接上集，我找到萌仔，当场拆穿申狗的阴谋，使炮王和老萧暂时休战。可我回到园区，却看见阿冷姐。13，我来找你，可你们园区的人却要赶我走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找你肯定有事。13，你们是熟人啊？一点都不熟，你们继续不用管我。我不知道阿冷姐为什么会过来，还说要找我，可我不想跟她有过多纠葛，因为这个女人不是简单货色，但阿冷姐不打算放过我。我来找你聊诺克尼的事。难道她知道人当时没赶，被我带来了西港，特意过来要人？人已经赶了，那件事也结束了，还有什么好聊的？那聊聊其他人也行，怎么说相识一场，你别那么绝情。八面，我脑子里猛地蹦出一个名字，若八面在大齐里帮过我的消息宣扬出去，老板肯定不会放过我，而阿冷姐敢找上门，肯定有所依仗，我还不好对她下手。聊，但我今天没空，明天我找你。好，就明天，你要对说过的话负责，不然我会生气的。把你在西港的住址给我，我明天过去找你。不用这么麻烦，等你明天下班后，我会来园区大门口接你。阿冷姐说完便离开了。蝎子见我们认识，也倒是没有阻拦，反而对我调侃道：13，你小子可以呀，去大齐里出了趟差，还惹一身风流债回来。蝎子主管别拿我开玩笑，这就是个意外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
这女人我也了解一点，当心被吃的渣都不剩。多谢蝎子主管提醒，我会小心应对的。不知道阿冷姐的真实目的，我头疼得很。这边的事刚解决完，谁知新的麻烦又找上门。当我没走过远，便看到了叔叔撅着嘴。我看错你了，你居然在外面招惹别的女人，还让人家找上门。叔叔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追着叔叔回到宿舍，刚要说清情况，他反而关心起我。13哥是仇家找上门了吗？麻不麻烦？你怎么不吃醋了？我是那种只会争风吃醋的人吗？况且你之前告诉过我大吉利的事，刚才只是配合你演戏，以此来混淆视听。还是我家叔叔聪明。不过他不像是寻仇，因为他话语中仅仅透露威胁，更像要我去做某件事。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，得明天见了面谈。这些事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处理好。13哥，你小心点，那女人敢从大吉利找来园区，绝对不是善类。对于叔叔的善解人意，我感到很欣慰。没过多久，我接到了倩姐的电话。倩姐，你有什么事吩咐吗？自己惹回来的麻烦，只能你自己解决。我们跟福星的交易已结束，不会再跟他们闹。请倩姐放心，我一定会处理好。另外，我刚跟阿飞沟通过，你们的事算我一份，但我只拿好处，并在确定不会惹麻烦的时候出手。你有事别来找我。知道了，多谢倩姐帮忙。挂断电话，我都不知道该说倩姐什么好，这摆明了趁火打劫。可谁让倩姐的动脑能力强，轻易看穿我跟飞哥的动作。接着是飞哥打来的电话，13萌仔已脱离危险，但伤得不轻，需要住院进行治疗。人活着就好。倩姐刚给我打来电话，我已经答应她了。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远诺的好处不过是个大病。飞哥，我懂了。飞哥都如此说了，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只能感叹他们之间的交手厉害，都是在相互套路。反正他们的争斗我难以掺和。隔天一早，我照常去工作。13，你是越来越牛了，昨天搞出的动静可不小。你如今在西港的名声，那是比我都大。渣哥，别拿我开玩笑，名声越大，嘎得越快。我现在是如履薄冰。你怎么会惹上炮王的？说来听听。我可不敢惹他们，是萌仔跟他们有过节，后来萌仔就被绑了。渣哥也知道，我跟萌仔有些交情，便去救人，可差点把命搭进去。早知道如此危险，我才不趟这浑水。现在知道厉害了，有些事不是你能参与的，往后还是小心点。若真招惹了一些大人物，谁都救不了你。渣哥，我记住了。我跟渣哥乱说一通，也不怕他查出什么，因为刀队长肯定会封锁核心消息，谁都不想提被生狗一个小角色坑了。接着我去看了 A 仔和阿浪。13哥来了。13哥好。怎么样，工作流程都熟悉了吗？可以上手了。我们主要负责域名转化、电脑监控以及反入侵写代码等等，这些都不算太难。弄明白就好，但仅限于电杂部。之前负责的人被调走了，往后我和你们就是主力。我满意的点头，下面的人能干，我便能省去很多麻烦。可两人见我好说话，阿浪问出一个愚蠢的问题：13哥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？你脑子不清醒吗？都到这个地步了，还看不清局势？13哥别生气，是阿浪不懂事，我们一定好好工作。13哥对不起。看着两个新人，我还是多了几分耐心。你们应该庆幸还会点技术，否则下场比这惨得多。不要多想听我的话，我就能保你们活着，但别想着搞小动作。明白。开始工作吧。见两人老实了，我也开始处理自己的事。这一天工作很平淡，熬到下班时间，我走出园区，看见了阿冷姐。由于在西港，倒是没多少害怕。阿冷姐来这么早？刚到上车，我上了阿冷姐的车，车子缓缓启动。她先跟我搭话：13看不出来你是个狠人，在大吉利时示弱骗我，你行啊？咱们有事说事，你找我到底为了什么？诺克，你应该没嘎吧？把人交给我。当时是没嘎，不过现在应该都臭了，他已经成为过去式。咱们聊点别的。阿冷姐亲自来西港，肯定还有更重要的事。我没空跟他墨迹，直接把话点破。阿冷姐也说出真实意图：此行来西港，我要抓个人回去。祝阿冷姐成功，抓个人而已，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。我需要你帮忙。我能力实在有限，怕是帮不了。切！我打听到一些消息，原来八面在西港是个屎人，嘎过你们园区的股东，而你的关系跟他似乎不错，他还在大吉利帮过你。你说我要是宣扬出去，那我肯定先把你卖去红浪漫，让你娱乐至死。别忘了这是西港。我同样威胁道，气势上不输他分毫。这时我要是不强硬点，他会得寸进尺的。而我的话让阿冷姐很生气。13，你真想鱼死网破吗？是你不想好好谈，动不动就用八面的事来威胁我。万一我帮你办好事，你还是把八面的事捅出来，我怎么搞？这个你放心，你只要帮我一次，我从此以后不再提八面的事，另外会给你一笔酬劳。你先说说看。阿冷姐眼尖压不住我，只得拿出合作的态度。我们要抓的人叫芒辉，他偷了大老板的女人和马内，带着逃到西港，这是我们的家丑，你别传出去。放心，我嘴巴很严实的。可他为什么要逃来西港？难道他在这边有靠山？这个我不清楚，你要协助我们抓住芒辉，并找个安全的路子送我们离开。我只负责帮你们抓人。就在昨天，我跟西港的大蛇头炮王闹翻了，这个路子没法找。那先抓到芒辉再说，但我们不知道他藏在哪。找芒辉这类外来的人不难，只要肯花马内，不超过1天就能找出来。但在那之前，我必须带你去见一个人。
进屋叫人入庙拜神，讲的是到了别人地盘要去拜会，这样做起事来才方便。说白了就是人情世故。据接上级阿冷姐让我帮她找个人，由于她用八面的是要挟，我还是爽快的答应了，并打算在行动前带她去见个人。你要带我去见谁？不会是想耍花样吧？阿冷姐很警觉，心中起了疑心，一把枪顶我脑袋上，那是半分面子都不给。可这是西港，我当然不惯着她。我说你这女人怎么回事？动不动就拔枪！你要是不相信我，现在崩掉我也行，反正我出事了你也走不出西港。来啊！13，对不起，我这是本能反应。你也知道大吉利那种地方，警惕性不高是活不下去的。阿冷姐表达歉意后，把枪收起。我看出她客场作战很紧张，不管她在大吉利有多狠，离开强大的武装支撑都是屁。我则冷着脸提醒阿冷姐，这次就算了，待会要见的人很重要，你最好别乱来，否则我也保不了你。好，全听你的。随后车子改变路线，我带着阿冷姐来到宪兵队，在门外买个果篮后，便去见了刀队长。刀队长在呢，昨天多谢您高抬贵手，我特意过来拜会。谢我。刀队长扫视我手中的果篮，样子很不高兴，自然是觉得我所送的东西太寒酸。我上前一步继续说道：刀队长勿恼，我给你带来了生意，全是绿花花的马内。哦，真有你小子的，总能给我惊喜。马内在哪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要在西港抓个人。我把事情大体讲述一遍，本来抓个人偷摸进行就行，奈何阿冷姐不是本土势力，若不提前知会一声，容易被刀队长误认为打他脸。刀队长听完我的话，点点头。我最恨骗大哥勾引大嫂的人，这种人必须铲除。但是我支持你，你是不是该表示一下？阿冷姐马内，多谢刀队长支持，一点心意而已，算我请各位兄弟喝茶的。懂事我就不派人帮你们了，相信你们可以搞定。记住动静尽量小一点。一定，这个请刀队长放心。阿冷姐，我们走吧。拜会完刀队长，我和阿冷姐回到车上。你做事如此圆滑，怪不得能在西港吃得开。我得重新审视你。猫有猫道，狗有狗路，千万别小看任何人。我前几天就是小看了一个人，差点阴沟里翻船。而且在西港这种地方，你有马内就有面子。我意识到自己话有点多，接着带阿冷姐到神油店，打算跟老板买消息，主要是不花我的马内。13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炖了一锅咖喱鸡，要不来一盘尝尝？不用客气，我带人过来跟你买点情报。外面人多眼杂，后面说。来到房间内，我让阿冷姐拿出盲灰的信息。我要找这个人，应该是近几天到的西港，走的水路。你稍等，我得问一下。不过从信息来看，他是只肥羊，这猎人很容易被盯上的。一旦确定他在西港没靠山，那些人就会下黑手。那你尽快查，我赶时间。就飞哥跟我的交情，你的事肯定优先办。神油老板拿着一张照片走出房间，我则随便找个地方坐下，看得阿冷姐满脸诧异。啊，13，你就这么找人？不然呢？不动用些手段，茫茫人海让我去哪帮你找人？什么人都认识，办起事来游刃有余。你在西港比我在大吉利强。你也不用这么夸我，混口饭吃而已。哪怕现在我依旧是个底层人。我跟阿冷姐闲聊，没过多久，神油店老板拿着一个文件袋走进屋内。13，你要的东西在里面，尽量去快点。有人要对盲灰动手了，我给你打8折8个美刀。知道了，阿冷姐给马内。这么贵？阿冷姐惊呼出声，但还是给了马内。临走前，神油店老板给我塞了5000作为回扣。随后，我们来到一栋破旅店前，这种地方一般没大佬，照着很混乱，但办起事来挺方便。他的情报很少出差错，盲灰应该就在上面。把你的人喊过来吧，人多不容易出现纰漏。你怎么知道我带人过来的？猜的。阿冷姐打出电话，2辆面包车到来。在阿冷姐简单的交代后，便准备上楼。13，跟我们一起上去。行，帮你早点找到人，你们也好快点离开，免得整天麻烦我。我拔出后腰的法器，跟着阿冷姐等人上楼，来到对应的房间门口。阿冷姐一脚踹开门，其余人涌进房间。我担心吃花生米，则是最后一个进去的。看到一个女人躺在床上，闭嘴，再叫一声崩了你！盲灰人呢？怎么只有你一个？他刚出去买吃的了，让我在这看着东西。晦气！我忍不住骂道。之前我看过资料，眼前的女人叫阿兰，正是阿冷姐背后老板的女人。可他们的目标人物是盲灰。这时阿冷姐的手下打开了袋子，里面全是现金。冷姐，盲灰卷走的马内应该都在这，就算抓不到人，回去也能交差了。闭嘴！抓不到盲灰，谁都别想回去。先搜，看房间的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藏着马内。进下岗，盲灰是在跑路，肯定把全部马内放在一起，方便拿起来就跑。不对，阿冷姐在骗我，看他让人翻找的样子，他们重点应该是盲灰带出来的某种东西。我心中有了想法，同时对阿冷姐多出一丝提防。很快，阿冷姐手下搜完房间，冷姐除了几只蓝精灵，什么都没发现。哼，挺有兴致，这都跑路了，还有闲心搞破鞋。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西港？辉哥说他在这边认识一个大佬，带我过来投靠，他已经联系到那人，对方很快会过来接我们。哪个大佬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辉哥没说。求求你们放了我，那个鬼地方我是不想再回去了。闭嘴！我听到阿兰的话有些头疼。阿冷姐抓到人就走了，但我还得继续在西港混饭吃，万一得罪了大人物，那我不得完蛋。随后阿冷姐看向我说道：13，我们守株待兔，盲灰肯定会回来的。别太冒险了，万一等来的是盲灰的援兵，咱们搞不好会被包饺子，而且你什么都得不到。你有什么想法说说看？先把这女人和马内转移，起码能有一些成果。
不至于全败。万一转移的时候遇到盲灰，不就打草惊蛇了？那样的话，想找到他会更难。阿冷姐说出顾虑，而我没有再说话，反正我的意见提了，剩下的由她考虑。片刻时间，阿冷姐做出了决定。算了，还是不能太冒险。你们两个把人和马内带走，回临时据点，其余人留下来等盲灰。希望搞快点，再不回去叔叔该担心了。我找个最安全的位置藏好，已做好划水的准备，不到必要时候我绝对不出力。大约过去5分钟，昏暗的过道上传来脚步声，这让房间内所有人打起精神。当人影走到门口，阿冷姐喝道：“动手！”你们干什么？等等，声音不对，你是谁？我是这家旅馆的房东，刚听到有喊声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下次看清楚再动手。你看闹出乌龙了吧？我趁机打击阿冷姐2句，却听见跑步声，还看见一道背影跑到楼梯拐角。阿冷姐自然也看到了，这体型是盲灰，给我追！随后我们一路追下楼，看见盲灰钻进一条巷子中，阿冷姐率先带人追上去，眼见就要追上盲灰，可盲灰也不是善类，转身拔枪就要射击，但阿冷姐丝毫不惧。你们别开枪，我要抓活的。这么彪，你是要赌他枪里没子弹吗？有些事看着很简单，但真正做起来的时候意外频发。我后悔帮阿冷姐了。据接上集，我带阿冷姐找到目标人物盲灰，对方却跑掉了。当阿冷姐即将追上他时，他掏出法器欲要射击。阿冷，你个疯婆子，追了一路还不够吗？再追我开枪了！哼，盲灰你逃不掉的。大老板说，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，都要将你抓回去。我还是看戏吧，他们不管谁嗝屁了，对我都没有影响。我看到阿冷姐也拿出了枪，接着2人几乎同时扣动的扳机，响声过后，阿冷姐倒在地上，盲灰则捂着手蹲在了墙边。我的手，冷姐，这下好了，嘎掉一了百了，往后他便不会再威胁我。等他的手下带盲灰离开，此事就结束了。我是越想越美好，局势对我十分有利，但事与愿违。只见阿冷姐站起身，对手下命令道：“把盲灰扣起来！妈蛋，疼死老娘了！”阿冷姐挨了一枪都没事吗？够彪悍的，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切，我没敢，你很失望吧？阿冷姐说笑了，刚才我可是为你捏了把汗。哼，你就嘴巴厉害，我穿了防弹内衬背心，否则也不敢这么扑。万一他打你脑袋呢？我问出关键问题，还是觉得阿冷姐的行为太过冒险，她却对我释然一笑。那就吹灯拔蜡喽。像我们这些刀口舔血的人，嘎掉或许是一种解脱。阿冷姐真爱开玩笑，人我帮你们抓到了，现在2清了吧？等我们安全回去，整件事才算结束。行，你说了算。主要的事已经办完，我也不想跟他计较这些小事。可由于响了枪，引来2个巡逻的宪兵，这把盲灰高兴坏了。救命！他们要嘎我，快把他们抓起来！别动，放下武器，叫增援。13，没事，交给我。我看到2人是一点不慌，因为我们提前跟刀队长打过招呼。随后我开口道：“2位兄弟慢着，我们的行动刀队长是知道的，你可以打电话询问一下，免得闹出乌龙。”你别乱动。好，我不动。你们尽快请示，免得浪费大家时间。 2人听到刀队长的名号，也不敢随便来，只得打电话回去请示。他们简单说了2句，把手机递给我。刀队长，实在抱歉，给您添麻烦了。都说了让你动静搞小点，虽说你们给了一份，但也不能乱来，不然我很难做的。知道我们的事已经处理好，马上就撤，不会再给您添麻烦。挂断电话，我给了2个宪兵点茶水费，将他们打发走，看得盲灰眼睛都直了。13，你忘记在福星吃的苦头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帮他？还不老实敲晕他。盲灰用的是离间计，但他说的也对，我那顿揍不能白挨，起码得给我汤药费。切，真会趁机敲竹杠，等付你佣金的时候，把汤药费一并结算给你。由于8面的事，我跟阿冷闹翻不现实，只能从中多拿些好处。可我们拖着盲灰没走几步，却被人挡住去路。我认出带头之人，你叫黑曼巴没错吧？以前独眼的手下。多亏你干掉独眼，否则也轮不到我上位。哼，那你出现在这是怎么个意思？这个男人是我们的猎物，他一到西港，我就派人盯着他。可你们抢先一步截胡，不合规矩啊！黑曼巴摆明想要好处，可这些人的胃口小不了。我看向阿冷姐，把麻烦丢给他。你们想要多少？见面分一半，这是规矩。可以不就是要马内，全部都给你，没必要伤和气。阿冷姐答应得很爽快，让我十分吃惊。随后阿冷姐拿出盲灰的钱包，都没看里面有多少，直接丢给黑曼巴。东西给你了，我们走。臭女人，你耍我，当真以为我是吃素的？切，我吃进去的东西不可能吐出来，动手。阿冷姐也是个狠角色，一言不合就动手，双方当即爆发交火，我则第一时间找到安全位置躲藏。13他们的实力如何？人数倒是不少，却是一群乌合之众，背后没什么大靠山。13，你给老子等着，这笔账要算在你头上。你要敢对我下手，就等着被悬红吧，我不差马内。双方交火时，没人注意盲灰，他居然爬起来自己跑了。感情他之前是在装晕，这就很突然。13，我拖住他们，你去抓盲灰。行，你也看着点，别把事闹太大，不然刀队长会出面的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我朝盲灰逃跑的巷子中追去，由于他的武器刚被收缴，倒是没那么危险。当走到一个岔道口，盲灰突然冲出，将我撞倒在地上。不给我活路，那你也别想活。来啊，老子一枪崩了你！我赶忙爬起身，甩动发晕的脑袋，赶紧用枪顶住盲灰脑门，吓得盲灰立马怂了。13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求求你放过我。少跟我废话。阿冷姐为什么要抓你？说，我黑了老板的马内，带走了他的女人，
东西你们应该也找到了，放我走吧。你肯定还藏着更有价值的东西，对吧？难不成想让我从你尸体上翻找？我也不确定盲辉有什么，只知道那东西很重要，便出言威胁。我寻思着等拿到东西，就不用受制于阿冷姐，省得她成天用八面来威胁我。而盲辉最终还是妥协了。我出来是为了保命，还拿了一份名单，上面详细记载着福星几个幕后老板的真实信息。东西在哪？给我！你真敢要？我跟你不一样。我没解释太多，因为我跟盲辉不一样。阿冷姐手中有我的把柄，我们之间也没到不死不休的地步。只见盲辉将几张纸递给我，这是你要的东西，能放我走了吗？我只放你这一次，能不能走掉看你的本事。多谢多谢。盲辉说完转身就跑，我收好几张纸，没有朝他后背开枪，因为他对我已经没有价值了。我拿着这张名单，便能跟阿冷姐讨价还价，不用再受他胁迫。而盲辉没走出多远，却被人再次打晕倒地。哼，还敢装晕跟我玩套路，这次看你还装不装？阿冷姐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盲辉好狡诈，我刚才差点抓到他，结果被他撞倒了。你靠脑子吃饭，舞刀弄枪的不适合你。那边宪兵大队人马到了，自然得散场，我们走。折腾大半天终于结束了。随后我跟着阿冷姐他们撤离，来到停车的地方驱车离开。在此过程中，只希望盲辉不要醒过来，免得抖出名单的事。阿冷姐，事情已经办妥，那送我回园区吧。你们想离开西港找炮王，别说认识我就行。对了，记得我那一份马内。13这次的事多亏有你，姐看你挺顺眼，跟我一起去大吉利吧。别这边挺好，你那边火力太忙，不适合我。切，随你便，我只是觉得你在这边帮人跑腿，实在太屈才了。我没有回答阿冷姐的话，她这个人太疯，还是尽量远离的好。之后我来到阿冷姐的临时据点，是一栋无人居住的废弃楼。拿呗，2只手拿起来的都给你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。多谢阿冷姐。我也没跟她客气，拿完马内便准备离开。至于那份名单，只要阿冷姐不拿八面说事，我就当她不存在。可不等我走出废弃楼，阿冷姐手下跑来汇报，冷姐，外面来了好多辆车，看样子来者不善。应该是盲辉的援兵，怎么找到这来了？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也是你们带过来的。再说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先去看看情况，对方想如何？我们来到门口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。白总，您老大晚上过来干嘛？13你也在，还不是被你们闹腾的？把盲辉交出来吧。我靠着一份名单跳出阿冷姐的局，以为整件事在与我无关，却又被别人拉回原来的局，这让我欲哭无泪。据接上集，经过一波3折的争斗，我带阿冷姐抓住盲辉，结果白总前来要人。白总人是在我们手中，不知您跟盲辉是什么关系？我跟盲辉的父亲有些交情，他算是我的侄子，赶快交人吧。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，大家冷静点，都是误会。我知道不是那么回事，白总嘴上说的热闹，其实来救盲辉是为了某种目的。若两人关系真那么铁，盲辉到西港就不该躲起来，而是第一时间去找白总。13既然你开口了，我也不为难你们，人留下，你们可以走。多谢白总给面子，可整件事不是我主导的，我只是个跑路货色，是吧，阿冷姐？盲辉做出危害园区利益的事，这个人真没法交，请回吧。我给你们面子，但是你们不给我面子，当真以为我好欺负？白总也是个暴脾气，他声音一冷，身后的人快速举法器，阿冷姐自然不甘示弱，同样让手下举起法器，万一真打起来，我也要跟着遭殃。两位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有什么事慢慢商量。如今枪口对枪口，打起来对谁都没好处。阿冷姐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把枪放下。你们也放下，别磨叽了，交人。哪怕你们现在能占到便宜，也是离不开西港的。哼，把人带出来。阿冷姐认清现实，毕竟白总的人比他多，而他属于客场作战，自知讨不到便宜。随后盲辉被人带出来，由于阿冷姐的手下给盲辉打过镇定剂，他现在还处于昏迷中。把人交给他们。可是盲辉对我们很重要，不带人回去交不了差的。按照我说的做，现在不交人，可能都回不去。交人就对了，我最近吃斋念佛也不想动手，我们走。白总也倒干脆，随后带上盲辉离开。可若让他知晓盲辉的马内在阿冷姐手中，应该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但这是让阿冷姐很生气。敢这么让我交人，要是在大吉利，我直接把你突掉。13我必须带盲辉走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得回园区了，有事明天再说吧。另外我有个建议，此处已经暴露，还是转移的好。我明天打给你。之后我回了园区，躺在床上感觉累啊，忙了一天还是没能解决问题，主要还是发生的意外太多，连叔叔也为我担心。13哥，你怎么会累成这样子？没什么，跑的地方有点多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我说着摸向口袋里的名单，觉得有这个东西在，就不用受制于阿冷姐。隔天一早，我刚来到楼下，阿冷姐的电话就打来了。13，你出来一趟，我们合计一下，怎么去把盲辉弄出来。盲辉的事我不会再掺和，你们自行解决吧。哼，事还没完你就想抽身，觉得你能全身而退吗？难道你不怕八面的事被我抖出来？随你的便，我手里有一份名单，从盲辉那拿到的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东西吧？什么？你拿到了名单？阿冷姐，你别激动，那东西对我来说只是一张废纸，没有任何价值，你替我守住秘密。上面的信息就不会流出去。我占据主动权，自然跟阿冷姐讲条件，毕竟跟着她办事太危险，随时会搭上性命，尽早抽身才是上策。而我这一手操作，差点没把阿冷姐气死。你在威胁我？阿冷姐这话说的，一直都是你在拉我入局，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自保。
行，算你狠。往后的行动我可以不叫你，但你记着管住自己的嘴。若那些信息泄露，谁都保不住你。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况且我也没那么蠢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13真有你的，我没透露过任何信息，你也能发现我们的目的。阿冷姐挂断电话，我能听出她很生气，甚至想嘎了我。可这里是西港，她对我无可奈何。接着我遇到了飞哥，飞哥回园区了，不用再管老肖那边的事了吗？萌仔已经清醒过来，一些小事他会处理的，而且园区的事我也不能落下。这就好，最近各种事烦的不行。听说你又惹麻烦了，还去拜会了刀队长，又惹上了黑曼巴，还惊动了白总，你小子够可以啊！全是被逼迫的，我也没办法。先前不这么做，怕是连命都保不住。那现在呢？已经解决了，应该不会再有麻烦。解决掉就好，往后做事还是小心点，尽量别留下尾巴。飞哥，我深有体会。我跟飞哥分别后，继续去上班，处理日常事务，过得还算平静。可刚下班，阿冷姐的电话又打来了。你又找我干嘛？不是说好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吗？13是我，你过来我别墅一趟。白总，我跟这件事没关系，这件事要怎么处理，你们自己解决。怎么我请不动你？白总说的哪里话？你的面子我肯定要给，但我现在走不开。成天猴精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，我在这里保证你不会有事。那我忙完手里的事，马上赶过来。我挂断电话后，心里冒出一个想法：阿冷姐被白总抓了，没想到我又被牵扯到这件事中。既然避不开，也只能前往。当我走进白总别墅，看到的却是阿冷姐和白总谈笑风生。什么情况？难道他们要联起手来对付我？13来了，坐。白总，你找我过来什么事？也没什么大事。阿冷说他请不动你，我就亲自打过去了。是啊，架子大得很。说笑了，我就一个小人物，这不是过来了吗？我也只能陪笑，顺便看他们想要如何。白总开门见山道：对于盲灰的事，我跟阿冷已经有了解决方法，而这件事你也牵扯其中，所以让你过来，大家一起说清楚。你们说我听着就行。阿冷，我也没想到盲灰如此无耻，竟敢偷大嫂，那可是我们的禁忌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人交给你的。多谢白总。可我忙前忙后的，你也不能让我白忙活。之前盲灰答应过我，愿意把他的全部马内交出来，让我保护他。那些马内是园区的，念在白总忙活一场，我愿意拿一半出来。听到一半，我见白总不高兴，感情他想要全部。客厅内随之陷入压抑的安静，还是阿冷姐打破僵局。上面只能给那么多，这样我私自做主了，给白总60%，马内等我坐上船时给白总。上快，来人把盲灰带上来。这就把盲灰卖了，看来也是塑料关系，一切也源于马内。不过白总挺会做生意，随便出去一趟就挣了不少。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谈妥。随后盲灰被带上来。白叔，我爸跟你可是有交情的，你一定要帮我。自己做的好事自己扛，你爸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还有，我只欠你亡故的父亲人情，并不欠你。白叔，你不能这样，之前还答应救我的。你也答应给我活动经费，现在马内在哪？是你先不讲信用的，阿冷人就交给你了。把盲灰带走。祝两位协商解决此事，这不挺好？大家何必成天喊打喊杀的，破坏和谐？两人和平化解争端，让我松了口气。等阿冷姐离开西港，这件事也就结束了。另外，我手中握着名单，她也不会拿我如何。桌上的香槟一人一杯，喝下后便不能计较之前的事，不管谁是谁非都接过去了。我是弱者，你们怎么说怎么好。哼，你还弱，是我一直太低估你了。记着你的承诺。我这个人嘴巴很严的。我们3人喝下香槟，接着我跟阿冷姐来到别墅外。13，你够阴险的，我真想收拾你一顿。阴险？是谁先威胁我的？若是没我帮忙，等你找到盲灰时，人和马内已在白总手中，你根本不可能带人走，知足吧？切，但我有口气憋在胸口，实在咽不下去。喂，你别乱来！我见阿冷姐举枪对着我，心底升起一丝慌乱。据接上级，白总和阿冷姐选择和解，阿冷姐留下一笔马内后带走盲灰。可刚出白总的别墅大门，阿冷姐便掏枪对着我。你也有怕的时候，从来没人敢耍我，可你却耍了我2次。你手别抖，刚才不是说清楚了吗？整件事就这么算了，谁都不追究。哼，出了这道门，你觉得姓白的会管你吗？难道你不怕那份名单？哪怕我今天打在这，里面的内容依旧会泄露，到时候你也得完蛋。切，那我们就一起完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疯女人，活着不好吗？我的确很害怕，像阿冷姐在大齐里混饭吃，由于那边环境凶险，他们骨子里都透露着疯狂，有时脑子一抽，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。这时白总听到动静走出别墅。你们这是干嘛？白总救我，阿冷姐想要我的命，你刚才可是说过不再追究这件事的。阿冷把枪放下，你这样做不合规矩。白总请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13，你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再从我胯下钻过去，才能了结这件事。13，你照做吧。16群下死做鬼也风流。白总这一说话，我察觉到不妥，觉得他们2个在联手炸我，等着看我出丑。13，我只倒数3个数，你不跪下照做我就开枪。白总你别插手，3、2、1，我帮你数。开枪啊！被识破了，不好玩。你还真是个有趣的人。不带这么侮辱人的。要是没有我，你们能够拿到各自想要的东西吗？
13兄弟别生气，大家开个玩笑而已。行了，大路朝天，各走半天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们日后再见。我不想跟你们扯上关系，以后也别来找我。我后背全是冷汗，随后匆匆上了车。飞哥的电话在这时打来。13，听说你独自住了园区，没遇到什么麻烦吧？一些小问题我已经解决了，不知飞哥打给我有什么事？老肖和炮王都出来了，我们去老肖别墅一趟。好，老肖别墅见。我启动车子前往老肖别墅，脑子里闪过很多想法。如今所有线索指向炮王，可他已被惊动，不知飞哥他们要如何下手。车开到一半，我见有人在半道施工。这个点还加班施工，想当劳模吗？熄火，检查证件。你们哪个部门的？修路还检查证件？开玩笑的吧？我们什么都管。你看起来好面熟，头他是13。你大爷堵我呢？这又是谁的人？我一脚油门到底，想强行闯过去，结果他们开来一辆大货车，将路封死。完犊子了！这又是哪尊大神要对我出手？情况不太妙。13下车吧，我们老大要见你，你不见他一面是走不掉的。你们老大是谁？等下看见你便知道了。还挺神秘。我看了周围全是他们的人，也没法反抗，跟着对方来到僻静处，眼前的人让我大为吃惊。炮爷，原来是你想见我呀！生狗的事跟我可没关系，而且我还帮你收拾掉一个叛徒，这怎么着也算好事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你，刀个红包给你，要不要？炮爷客气了，像生狗那种以下克上的人，我也是最反感的，基本见一个灭一个。还给我耍嘴皮子，以为这些手段对我有用吗？收起你的小心思！我挨了一巴掌，感觉整个脑子嗡嗡的响。而炮王这类人挺麻烦，是个油盐不进的主。炮爷，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说出来，真想要我这条命拿去就是，反正我现在反抗不了。13，你小子有点意思，可惜不是我培养的。来人录像。你们要干嘛？待会我问什么你如实回答。炮爷，请问我肯定知无不言。你们抓到诺克尼时，他说了什么？我听到这个问题一阵头大，说出来就是背叛飞哥。况且我也不知道诺克尼说了多少东西。我是去大齐利找过诺克尼，但他在那边就嘎了，都没来得及问话。若诺克尼什么都没说，你们为什么要来找我？我也不清楚，老肖让我和萌仔去探探你的底，所以我就去了。你很不老实，以为我不敢动你吗？来人把13拖走。陈海，慢着，以炮爷的身份地位，何必为难我一个小的呢？真有问题，你可以去问老肖他们。我没想到炮王会如此干脆，属实把我吓得不轻。他们才是真正的狠人，一言不合就要别人的命。而炮王见我怕了，再次问话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把知道的说出来，否则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我操！好，我说，诺克尼在大齐利的确没嘎，还被老肖弄回了西港，但现在人已经凉了。至于他说了什么，不是我一个跑腿的能知道的。看来阿冷给的信息没错，诺克尼被你们带回了西港。阿冷姐，你认识他？谈不上认识，他让我安排船只送他离开西港，但又不想赴马内，所以他拿等价的信息来交换。我听到是阿冷姐说的，心中顿时凉了半截。还好炮王知道的信息不是太多。既然炮爷都知道了，那还问我做什么？这不是逗我开心吗？我总得确认一下，免得被骗。那现在能放我走了吗？主要是我留下来也没什么用。我觉得你知道很多东西，没全部说清楚。说吧，别耍花样了。我知道的真就那么多，你逼我也没用。我第一次感受到炮王难缠，他不会管你说什么，一直在主观判断，认为我没说实话就要收拾我。动手！你们站着干嘛？在那看戏吗？不等我解释，便挨了一顿揍。你大爷打我算什么本事？有能耐对付老肖去？老肖阿飞就是个笑话，看着吧，我早晚会收拾那2个老东西。你要是想清楚了就说，我急着赶回去睡觉。其他事我真不知道。死鸭子嘴硬，拖去陈海。威胁人就不能换一招，只会陈海吗？可他今天刚被放出来，就要搞出那么大动静，怕不是疯了？我如此想着，兜里的手机响起，只见炮王接起。飞哥打来找你的小兄弟吗？小炮，你把13怎么了？我们之间的争斗没必要牵连小的。找他过来聊聊天，喝喝茶而已，但你的称呼得改了。聊天喝茶，这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吗？我实在无语，但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又能说什么？当炮王打完电话，顺手将手机丢给我。今晚就到这吧，若非碍于某些因素，真想将你带回去严刑拷打。在刀队长的见证下，你跟老肖签了某些东西吗？做人不要太聪明，我们走。我拿炮王没办法，随后我启动车子来到老肖别墅。萌仔伤怎么样？只能慢慢调理，还好你及时找到我，不然我的命没了。13，你身上的伤势是谁揍你？我带人去灭了他。你别冲动，还不是炮王刚出来就堵我，我怀疑是阿冷杰给的消息。这些仇我们一定会报。先别说报仇的事，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跟萌仔没聊几句，老肖和飞哥走到客厅。飞哥，萧爷，小炮太过分了，说好的暂时罢手，结果他动了我们的人，我非得去找他理论不可。萧爷，算了，我又没多大的伤。对了，叫我过来是有什么吩咐吗？也没多大的事，由于刀队长干预，我们跟小炮只能暂时休战，先让受伤的人缓个劲，过段时间再想办法对付他。我听飞哥的。简单的交谈后，我跟飞哥回到园区。接下来过了2天的安稳日子，直到倩姐那边来了任务。
据接上集，经过一番折腾，阿冷姐和炮王总算告一段落，而我在整个过程中没少受罪。我刚歇了2天，倩姐便给我安排新差事。倩姐，你找我？也快下班了，有点事差你去做。倩姐，请说。待会有一批猪仔会到西港，他们都是自愿过来的，你去炮王的码头把人领回来。啥炮王的码头？要不换个人去？我听到炮王一阵头大，他跟老萧停战不假，但那老东西情绪不稳定，万一发起飙来，吃亏的人是我。可倩姐不愿跟我过多纠缠。放心，你这次代表园区去，炮王是不会动你的。你去找老扎说一声，再跟蝎子要几个人去把这事办了，用不了多少时间的。是倩姐。倩姐都如此说了，我也只能应下。随后我去找了渣哥，把倩姐交代的事大体说了一遍。谁知渣哥的表情很精彩。13，我得给你提个醒，去码头领人可不简单，你自己放机灵点，别吃了亏。还请渣哥说明。你去了自然会知晓，部门里要哪个人你自己挑，记得一定要小心。就这样吧。难不成有坑？我就知道没什么好差事，而且还要跟炮王打交道。我脑中快速过了一遍各种危险，随后找到大牛，又跟蝎子要了几个内保，让他们开上大巴车跟我一起出园区。车上大牛问出疑惑：13哥，这天都快黑了，我们是要去哪？去接一批猪仔，但这次跟以往不同，可能危险程度不小。你把家伙准备好，待会看我眼色行事。是，13哥让我干谁，那我就干谁。别整天想着用武力解决问题，多动动脑子。你看萌仔差点连命都没保住。知道了，13哥。车子一路疾驰，我们很快来到炮王的码头。当我看向四周，码头上的人对我敌意很大。13来了，大家抄家伙。各位兄弟别激动，我不是来闹事的，只是来送马内给你们花。13，你胆子是真的大，还敢来码头上，真以为我不敢动你吗？炮爷说笑了，我此次是代表园区来的，办完事马上走，肯定不碍你的眼。你最好别给我惹事，滚去那边待着。大牛，我们走。我带人来到一个房间内，里面坐着几人，虽说没跟他们打过交道，但我在一份信息表上见过，他们来自金水、金贝、绿巨人等园区。像这些园区，一个园区内有多家电杂公司。13哥坐，你一个新人，有资格坐在这吗？给我站着！高总是吧？在金水园区开个小破公司，看把你能的！我今天就坐下了，你能如何？行，让你狂，待会可别哭着求我。求人嘛，我没那个爱好。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，对方一来就给我下马威，待会肯定有事发生。于是我给大牛使个眼色，让他随时做好动手准备。接着我看向其他人，他们的眼神都不对劲，似乎要吃了我一样。直到外面炮王的声音响起：传到了，都出来提人吧。有好戏看喽！没想到来的是个愣头青，今晚又能平白捡个便宜。大牛，待会谁敢耍幺蛾子，我们直接崩了他，不要有任何顾虑。雷声大雨点小，吓不到我们这些老江湖的。我们来到外面，只见2艘船已靠岸，上面走下来不少人。而个园区来提猪仔的负责人开始吆喝：金水高总的这边，金水赵老板的这边，绿巨人曾老板的来我这。大牛扯开嗓子喊：黄乐的这边，黄乐的来我们这，上车就走。大家千万别走错了，其他园区的待遇没我们好，去错了要吃亏的。现场分猪仔很乱，我只能扯着嗓子喊话，也不管其他园区负责人怎么看。万一回去少了一个人，那他的全部赔付就得我来出，可能出来这一趟的茶水费就没了。而炮王看着这一切，并未维持秩序。这兔崽子有勇有谋，我是越看越喜欢，可惜不是我培养出来的。炮爷，要不我把他抓起来，然后进行调教，不信他不听你的话。强扭的瓜不甜，先看着吧，好戏在后面，看他怎么解决。快点来了就上车，不要墨迹，在海上漂几天也够呛的。待会带你们去吃大餐。我就一个劲吆喝，生怕有人走错了，可还是出了问题。只见一人抬着手高喊：我叫阿鸟，我要去的是黄乐，你们别抓我。还有我也要去黄乐，我这还有一个，我也是被他们抓过来的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抢人啊？这是规矩，别嚷嚷。你第一次来码头接人，所以我们得带几个走。把我们园区的人放了，我不知道还有这破规矩。现在不告诉你了吗？反正也就带走10几人，算是混个脸熟。你下次再来肯定不会了。我一听就是屁话，若真被他们把人带走，我得赔一大笔马内给园区。至于他说的下次不会，都把事办砸了，哪还有下次？别扯那些没用的，我们黄了的人谁都带不走。我们为园区办事，谁敢堵我们的财路，我就崩谁。这是炮王的地盘，我不信你敢动手。送你一句忠告，往后接人让几个老资格的跟着来，带上人我们走。13哥，我刚才数着人，少了11个，光赔付费用都是一大笔。断人财路如嘎人父母，站住！要么人留下，要么命留下。我心中一横，果断拔枪对着高总一行人。大牛和内保纷纷照做，可高总没太当回事。劝你一句，把枪收起来，带走你2个人而已，没必要大家闹得不愉快。新人就得交学费。老东西，再敢跟我瞎咧咧，我一枪打爆你的头！所有人准备开火，没人能欺负我13，大不了一起完蛋。你来真的？高总动容了，可能他也没想到我会如此狠了。其实我是狗急跳墙，没办法了。而且这种时候，你要是软了，他们会变本加厉的。这时炮王来到我面前，放下枪，在我的地盘，谁让你开枪的？炮爷放下枪也可以，但他们要先放人。13，你在跟我讲条件吗？看清这是哪里？我没想得罪炮爷，
但是他们强行抢我的人，让我回园区没法交差，回去也得嘎不如嘎在这。反正我烂命一条，不像这些老板主管的命金贵。嘎了或许是一种解脱。你们够狠，连命都不要了。诸位，我的码头不是没规矩的地方，自己的是什么就拿什么，出了码头我不管你们的事。把他们几个放了，13是吧？别以为自己在西港有点小名声就能横着走。西港的园区不止黄乐一家，老板也不止姓黄的一个，往后出门当心点。少在我面前摆谱，不管是谁，他逼我那我肯定要反击。谁手上还没几条人命？好，我们走着瞧。高总放了我们的人离开，其余几个负责人也是纷纷照做。我数着人够了，方才长舒口气，起码这趟不用赔马内。至于得罪高总等人，我没放在心上，接个猪仔都得老板亲自过来，只能说明他们的公司规模不大。人够了吗？多谢炮爷解围，人都够了。不用谢我，维护自己码头秩序是我应该做的，但你在我的码头开枪，是对我的挑衅。明天我一定包个大红包孝敬炮爷，包你满意。面子的事不是能用马内摆平的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枪是我开的，你要收拾就收拾我。大牛带人上大巴，你是我带出来办事的，这件事我来扛。还真是兄弟情深，今晚不揍你了，省得你每一集都被人揍，赶紧滚。谢谢炮爷手下留情。接着我带人返回园区，车辆开出码头离开了炮王的地盘，我便被一辆车拦下，车上还下来一熟人。刀队长他怎么会在这？巧合的有些过分了，怕不是要搞什么幺蛾子？据接上集，我带大牛去码头接猪仔，没想到其他几个园区的人也在，可他们流行欺生的把戏，我用豁出命的态度镇住场面，但也引来了麻烦。刚离开码头，便被刀队长堵住去路。停车熄火，临时检查。13哥怎么做？要冲过去吗？别冲动，我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那样做只会更麻烦。照他说的做。我下车跟刀队长交谈。刀队长，您怎么大晚上还出来巡逻？不知有什么事吩咐？我刚收到举报，有不法分子在这一带活动，带人过来突击检查。刀队长尽职尽责，令人佩服。我们的车就不用检查了吧？刀队长清楚的，我可不会做违反乱纪的事。既然有人举报了，那我得走个过场。您放心，也就随便查个证件什么的，耽搁不了太多时间。不好，他来真的。明知猪仔最怕的就是查证，这是又想敲我一笔马内。动手对大巴上的人逐一核查。刀队长且慢，我也没装现金，但明天一定包个大的孝敬你。我只能破财免灾，但是这次失效了。刀队长一点不卖我面子。13，你给我少来这套！打击违法罪恶，维护西港安宁，那是我的责任。给我搜。等一下，刀队长，我们园区可是给这马内的，你这样做不好吧？没错，但那只限于园区内，在外面我就得按照规矩来。说的已经够多了，给我让开！还装你只是想要更多，肯定是举报之人使马内了。是高总。我脑中闪过一人，但现在忙不得管其他，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我实在处理不了，只能打给倩姐。13，你到哪了？几个主管都等着分人，你来快点。倩姐，我遇到麻烦了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你把手机给刀队长，我跟他谈。好，刀队长，倩姐想跟你聊2句。还学会搬救兵了？我看他能说什么。刀队长接过手机，到一旁跟倩姐通话，我也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。过了一阵，刀队长回来，把手机丢还给我。收对，13，别忘了你允诺的好处。当然，我此次办事的茶水费全部孝敬刀队长。看在你上道的份上，提醒你一句，别什么人都惹会吃亏的。你只是个小角色。多谢刀队长告知。我嘴上笑嘻嘻，心中则是10000个奔腾。这一晚算是白忙活了，吃了个不小的暗亏。之后我带人回到园区，倩姐人都在这，一个也没少。13，你能力很强吗？第一次去就能把人全部带回来，老板果然没看错人。倩姐别拿我开玩笑了，下次要是还有这种差事，麻烦你先给我提个醒，好让我有心理准备。这是老板吩咐的，说有空测试下你的应变能力。现在看来你完成的很好。对了，刀队长说有人举报，我怀疑是高总。举报者的行为是跟园区作对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明早我会给你答案。听到倩姐如此说，我简单交接一下就离开了。至于我带回来的这批猪仔，暂时跟我没关系。隔天一早我去找倩姐。倩姐，你昨晚说的是你的茶水费没了，我已经派人送去给刀队长。而刀队长之所以会出现堵你，是因为他受了高总的马内，高总想报复你。可恶的高总，不就看我好欺负，想捞点好处，拿不到好处便气急败坏。最夸张的还是刀队长，两头通吃。别发牢骚了，这件事你想怎么解决？全凭倩姐做主。高总的行为已威胁到园区利益，那便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我们肯定要给他点厉害瞧瞧。他在金水园区开公司，我们对他下手，不会引起2个园区的争斗吗？你也说了，他只是在别人的园区开公司，一个小老板而已。别听着什么总什么老板，有些人不过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已，其实身份还不如你。那就弄他。你带上大牛去找蝎子，这件事由他负责。我的要求只有2点，一是高总要活的，2是树立我们园区的威信。明白，我一定把事办漂亮了。随后我去喊大牛，跟着蝎子离开园区，来到金水园区不远处。蝎子朝我吩咐：13，这是高总的号码，你打电话约他出来，只要他离开门口内保的视线，我们立刻动手，抓起来给他一顿收拾。好，我试试。蝎子的方法很直接，但我觉得很实用，重点是要把高总约出来。于是我给高总打去电话，当打了6、7个后，高总终于接起。谁呀？打个没完，
我很忙的。高总，我是13，昨晚的事我错了，我不懂事，特意打电话跟您道个歉，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往后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原来是13哥啊，你的道歉我可承受不起。你在码头多威风，还用枪指着我，怪我年轻气盛，但昨晚我也吃到了苦头，知晓惹了不该惹的人，这样我在外面摆2桌给高总道歉，把我们之间的矛盾化解，不知高总意下如何？我没空赴宴，你真想道歉的话，送10个猪仔来我们园区门口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好，我明天送过来。就这样挂了。高总做事很小心，我的计划失败了。收起手机，我无奈地看向蝎子。蝎子主管这老小子很谨慎，看来行不通。小瞧他了，可这是别人的园区，我们没法直接冲进去拿人，看来只能引蛇出洞。可用什么诱饵把他引出来？听你这么说还真有。高总有个老相好，并不在园区内，我们可以找到他的老相好，再把高总引出来。蝎子主管高啊！我们没多少时间耽搁，用了点马内买了消息，随后来到高总相好的住处。蝎子主管敲响了门。谁啊？敲个门这么用力，别把我的门敲倒了！你是谁？我是高总的小弟，他最近没空，让我给你送笔生活费过来。蝎子主管说着，拿出一点马内。高总的老相好阿丽心动了，果断打开门，而蝎子顺势推门进入，将阿丽控制住。我则带着其他人进入房间内，这场面把阿丽吓得瑟瑟发抖。你们别乱来，我的靠山是高总，若我有个3长2短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们收拾的就是高总，你要是听话，就一点事都没有；敢耍花样，我一枪崩了你。是我一定听话，你有吩咐直接说。打电话约信高的出来，该说什么不用我教你吧？不用，我这就打电话把他约来此处。随后阿丽给高总打电话，用了1哭2闹3上吊的手段，还说他肚子里有孩子。高总一听便说马上过来。如此一来，这事基本成了一半。没想到还挺顺利的，等姓高的一来，我们把他拿下就完事了。能有多难？最直接的手法才是最实用的，什么花里胡哨的布局都是伤脑筋。要是这个女人刚才不听话，我就派人守在金水园区门口，不信她一辈子不出来。完全赞同。两人差不多的脑子，倒是脾气相投，但我觉得此事有风险，全部在房间内容易被包饺子，便把蝎子约到外面。13，你有话直接说，干嘛神神秘秘的？经过刚才我跟高总谈话，觉得对方不是省油的灯，说不定他已经起疑心，会带不少人过来。13，你别自己吓自己。刚才阿丽打电话时你也听着，话语中没有问题。蝎子主管小心无大错，当然你是此次行动的主导者，我不过提个建议。你接着说。我跟大牛在屋里守着，你带人在外面负责警戒，里外好有个照应，就阿丽一个在屋里跑不了。行，反正也不费事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们2个，千万别偷吃，办正事要紧。蝎子主管，我不是那种人，还跟我装蒜。你进去跟大牛说留下，叫其他人跟我走。我跟大牛在屋内等待。1小时后，我听到楼下的刹车声，便从窗口往下看，只见几辆车停楼下，高总下车，并带着一群人走进楼房。